耶稣复活后不被认出，荣耀身体的奥秘，你有没有过这种奇妙的经历？有一天你在路上走着，突然迎面走来一个人，感觉有点眼熟，对方还对你微笑，你心里想，他是谁？看过吗？结果对方一开口，你怎么都不记得我啦？这才惊觉，那是国中同学，只是因为发型、穿着，甚至气质都不一样，你竟然一时认不出来。这种明明认识却认不出的情况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。但如果这种情境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，那冲击就大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多次向门徒显现。可是很奇怪，复活后的耶稣竟然常常不被认出。例如，玛利亚在坟墓口哭泣，看见耶稣，却以为是园丁。约翰福音20章14到15节。以马忤斯路上的2个门徒跟耶稣边走边聊，居然一路没认出他。路加福音24章13到16节。门徒在加利利海边打鱼，耶稣在岸边喊话，他们竟然以为只是陌生人。约翰福音21章4节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复活的耶稣会变得不容易认？难道他的外貌整个改变，还是这其实是荣耀身体的一种奥秘？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悬念。耶稣复活后不被认出，究竟隐藏着什么神学意义？经文观察，被遮蔽的眼睛，还是不同的样貌？一、玛利亚的错认。在约翰福音20章，玛利亚在坟墓口哭泣，耶稣向她显现，但她却以为是园丁，直到耶稣叫她的名字玛利亚，她才惊觉眼前的人就是她的主。这里透露出一个讯息，声音与关系比外貌更能让人辨认耶稣。2、以马忤斯路上的迟钝。路加福音24章记载，2个门徒与耶稣同行，足足聊了一路的圣经神学，却完全没认出他。经文特别说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得他。这似乎暗示，不是耶稣变了，而是门徒的眼睛被拦住，直到掰饼那一刻才开了。3、加利利海边的陌生人。在约翰福音21章，门徒打了一夜的鱼，却一无所获。耶稣在岸边问他们，有鱼吃吗？他们只当是陌生人，直到那神迹的渔获出现，约翰才惊呼，是主。这再一次说明耶稣的身份不是靠肉眼直观，而是靠他带来的记号与行动显明。综合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2条可能的解释路线。一、荣耀的身体的不同样貌。复活后的耶稣确实与过去不同，虽有连续性，却不再完全相同。2、人心灵的遮蔽，不是耶稣变了，而是人因为悲伤、恐惧或不幸，导致认不出他。国强是一位父亲，看着儿子永杰出国留学，3年后永杰回来了，国强一见到儿子愣住了。原本内向的孩子变得落落大方，原本穿着朴素的孩子现在有了成熟时尚的风格，原本讲话吞吞吐吐的孩子如今流利地用外语夹杂中文，谈笑风生。国强心里暗想，这真的是我儿子吗？虽然是同一个人，但因为经历了转变，那份熟悉中夹杂着陌生感。复活的耶稣或许也是如此，门徒看到的他与以前认识的老师一样，却又有说不出的不同。神学解析荣耀身体的奥秘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对复活的身体
有一段经典的论述，他用种子与麦子做比喻，种下去的是朽坏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种下去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种下去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有属血气的身体，也有属灵的身体。这说明了一个关键，复活后的身体既延续旧有，又有彻底更新。所以耶稣复活后，他仍能被人触摸，如多马摸他的手和肋旁，他仍能吃鱼，表明不是幻影。他也能突然消失，突然出现，甚至穿墙而入。这就是荣耀身体的奥秘，既有连续性，也有超越性。门徒之所以认不出他，或许正是因为他已进入一个超越人理解的新状态。问题来了，如果耶稣想要证明他复活，为什么不干脆一开始就让大家马上认出他？为什么要绕这么一圈，先被误认，然后再揭晓？这里可能有几个层次的意义。一、信心的操练。耶稣不是要用外貌来证明他的真实，而是要人透过信心，透过他的作为来认出他。二、关系的亲密。玛利亚不是因为外表，而是因为耶稣呼喊他的名字才认出他。这强调了一件事，认识耶稣不是眼睛的辨认，而是心灵的呼应。三、启示的渐进。在以马五斯路上，耶稣不是立刻揭露自己，而是先解释圣经，然后在掰饼时才显现。这仿佛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认识是透过话语与圣灵的启示，所以他的不被认出其实是一种刻意的神学教导。有一位牧师曾分享，他因重病一度卧病在床，许多人以为他再也不能讲道。后来他经历医治，重新回到讲台，会众见到他时，很多人说，牧师，虽然还是你，但感觉你整个人不一样了。他自己解释，我不是变了另一个人，而是经历过死亡边缘之后，我的生命被更新，讲话带着不同的力量。这与耶稣复活后的既熟悉又陌生有某种相似之处，那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更新过去。最终，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盼望，复活的耶稣显出了将来信徒的命运。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21节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复活后不被立刻认出的特征，正是未来我们将经历的改变的缩影。属血气的身体有限，但属灵的身体将是荣耀、自由，却又延续我们的独特性。结语，你能认出他吗？当门徒第一次遇见复活的耶稣时，他们惊讶到无法立刻辨认。也许问题不只是耶稣看起来变了，更是我们的眼睛常常被限制。那么问题就留给我们思考，如果复活的耶稣今日出现在你身边，你能第一眼就认出他吗？还是你需要他呼喊你的名字才惊觉，原来他一直与你同行？